中国都是这样的，所有的没有说是原创的，他抄你，你抄他，抄过来，都是抄来抄去，抄来抄去。双面你本质上成本大概就350的就差不多了。那网红店卖个700块，人家50%的利润，一般人我还真的玩不过的。网红电商呢，这2年真的是空前绝后，很多媒体都拍过各种各样的纪录片，甚至 BBC 都拍过，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大家都挣了很多钱。但实际上，这跟我们了解的网红这个电商网红的行业不是那么一样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去杭州呢，我们准备要待上1周，尽可能把我们了解的和行业里面最真实的情况来告诉大家。谁会打我们？神经病！我觉得不至于。你是那种什么法制新闻看多了呢？现在早上9点，我们刚从酒店来到了在杭州这边的阿里巴巴的总部。因为没有通行证，所以并不能进这个大楼啊。阿里巴巴大家都很熟悉啊，它几乎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。你天天要逛淘宝，然后用它的支付宝，经常刷的微博，看新闻的 UC， 看视频的优酷、土豆，听音乐的虾米，以及你们点餐的时候的饿了么，买票的大麦网，都是他们家的。他们还投资了很多，可以说你们每一天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能够跟阿里产生关系。它不光改变了很多行业，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兴行业，比如我们这次要来拍摄的网红电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九堡，杭州的九堡被称为说是网红电商的一个聚集地。这边有非常多的工厂，可以说随处可见，每一家楼里面全都是工厂。品牌的女装促销，我们带进看看。哇，看有没有那种鞋哦，这个有卖的。这有的，穿到前店后厂，什么样的鞋都有。这个300，还行。那你黑色的。好潮啊！老帅了。我们家的男的我觉得都挺帅的。1000，打下来640，还可以。羽毛的。前几年也跟那个就是说，我们也给他供过货，一款蕾丝裙给他做的，总共是5000多件。他今年过了年过后，就今年3月份、4月份给我退了1700件，退回来。我算了一下，那个按照成本上，我要做8000件到9000件，我才能把这个钱，我才能赚回来。那你也不能不接受是吗？那没办法。哦，包放的，没事就放的多。前几年我们也给很多网红店供货，便宜的衣服我们大概就加了30块钱左右。如果是冬天的衣服，毛呢我们成本都做出来123的，我们希望加到50块钱到60块钱左右。如果说像这种棉衣类的东西的话，一般人家直接加到70块到100块钱左右。羽绒服呢？羽绒服起码也在100块钱。双面呢本质上成本大概就350就差不多了。一件啊。那网红店卖个700块，人家50%的利润，一般人我还真的玩不过的。同样一件衣服，第一次上线卖200块钱左右，后面不是有库存了吗？它不是下面有很多孵化的小店吗？立马开了一个店，专门用来清库存。200块钱，然后卖100块。哇，这个卖100块，然后他手下有10个网红店，10个网红店的款快要过季了，你上线1个月过后，这些款10家网红店的款全部给我到我店里面卖，我基本上是之前的上面的7折到6折卖。现在那个店一年能卖2-3个亿。现在也不行，现在今年传，如果不是双11的话，他家可能都出问题了。所以我现在见到的网红店，还是不管什么模式，都是自建仓库的。假如有客服，我找个1-2个客服，1-2个那个打单人员，我4个人，就可以起来了。加1-2个美工，我这个团队就起来了。想完全没团队，我觉得不太现实。就是浅备货，现在一般主流的现在网红店做的不大的时候都是浅备货，50件到100件下单，下完单过后卖的好立刻补单，全部是这样玩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们说都发货发的很慢的原因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对，好的，工厂
很苦逼的，忙死忙活的，一年也就赚个30-50万，最多了，就这么多。加班哪有加班费啊？没有建的，基建哪有加班费？你一天做20小时也没有加班费，但是你做的多你就挣得多。这个行业就是这样，人不够用嘛。人不够用，年轻人谁去做衣服？你看大学生宁愿拿5000，不要1万块。对，就跟大家整天羡慕工地似的。你要是去做个，因为你老婆都求不到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刚刚从楼上下来，这边是好多电商公司，非常大。我们今天确实是逛不了太多，先找个地方吃的。我们今天一天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饭。这边的环境啊氛围特别像当年我在广东的那边工厂一样，都是一样的4正4方的豆腐块的楼，里面特别大，不是那么干净，大家都在干活。然后街上呢都这种卖的比较简陋的食物，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装修，但是味道有可能会比你们在高级餐厅吃的还要好吃，当然也没有那么卫生，你们可以看到乱七八糟的，很接地气，就可以这么说吧。好，这条街呢，每一家店都是一个小店，里面有很多种獯子毛、狐狸毛，这些都是貂皮，这是獯子毛。这是狐狸，那这狐狸多少钱？70。不贵啊，可以考虑买一条。今天呢，我们去了九堡那边找了一家大规模的一个工厂店，特别跟他们的老板还聊了一下。整个杭州的电商双11基本上不挣钱的。你们所有的杭州做电商的，没有一个人，这个内幕你们根本都看谁有这个很繁荣的一个景象。我们杭州也是所第一、第二的。双11那一天打算计划做2.5亿，对的。总共公司里面前期打算烧钱烧5000万。广告？5000万不是广告。不是广告，那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把它这个宝贝炒起来的时候，就找托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托。结果呢，做了1.89个亿，5000万烧完，做了1.89个亿，那是亏吗？搞清楚哈，我给你算笔账嘛。我们正常的淘宝的退货率是20%到25%，20%到30%左右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按照正常算，他做了1.89个亿，也就是说我就算他2个亿，2个亿有5000万是自己买。2个亿的25%，你看看它有利润吗？你自己算，自己想。没有接触之前，你是很难想象一家电商公司刷单能刷到上千万。这家工厂呢，他们实际上不做电商，人人都在喊网红电商，网红是一切的时候，会有工厂竟然不做电商。其实很简单，他们要求的产品都是偏中高端，而中高端在淘宝上来讲是特别吃亏的，人家卖100，你卖150，即使你告诉他我的做工是非常高级的做工，我的面料要比他好一些，但是那个100的一定会卖得很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老板痛苦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杭州非常著名的世纪新批发市场。早期很多网红都是从这里面来进货，来放在淘宝店销售。到现在呢，依然还有很多小的网红没有能力去开工厂做工作室的，都在世纪新这边。所以我们超多的网红款，想要什么网红款这里面都有，大货。哪个市场相对比较偏工厂一些？桐乡那边。桐乡，这些都是炒货的，他们到别的厂家拿过来再卖给我们，是这样的。之前他们也是杭州这边的，他们说那种800的衣服，你到这边来可以买什么500、600。对，500-600嘛，对，是这样的。阿巴卡什么意思？阿巴卡就是比羊绒好。零售的话得多少钱？是690。这种是手工缝的是吧？哎，它的那个都手工的，双面羊绒基本上都是双面呢加手工。对，这个都不是我家的，你搞不灵皮呀？羊毛。这个马甲。的吧？多少个箱？这已经比网红他们那个。之前跟我们测他们的衣服是一模一样。我们看的那个卖800，就基本上跟这个是很像。这种卖800把你撞死啊！对，跟那个很像。这种叫300克的，这是双面呢，这是阿巴卡面料，今年刚出来的，这是阿巴卡。啊，卖那里面那种的，那个黄色那种貂绒，那种这种档次，哪家都是400-500的。
这边呢是四季青市场里面的一个美食城，每天过来批发衣物的店主，然后中午在这边吃饭，吃完饭了以后继续批发。因为从早上3、4点、4、5点开始，一到下午啊，这个时间段全要在这个市场里面挑款。这种这边有多少家啊？大概1楼到7楼，这个款我卖过。哎，我这个有加棉的，我这个是不加棉的，我还有加棉的。这款不好的卖过了啊，已经卖过了。已经卖过了，那你别的款看。这个款。确定爆款了，这个今年最流行的。这种吗？对，这个355。这种品牌他们自己会做淘宝店吗？很少。他们都做那个批发总代理，做我们这些连锁的这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面料批发市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面料啊，以它的价格。哦，这边全是辅料。这外面这些袋子都是怎么卖的？有2块多的，有5毛的，1块多都有。啊，很便宜。羊驼是吗？羊驼面料是吧？啊，那个是双面。这种比较贵啊，要90多，就是1米90多。90多？嗯，对，97。97 1米。啊，对。正常他们做那种比较普遍的那种双面呢大衣的话，是用哪一种？这种。这种。30多的最便宜。这是90多，这30多。对呀。差那么多。那这种带毛真毛。那种100%的那种羊毛双面呢？就100多。你做一件的话，成本的话，最少都要200多300块。它这个手缝的。对，手缝。我听说缝一件几十块。对，30还是多少？对，30块钱一件，就人工费。100%羊毛的。这个，450。450。这些料是好的，这个是那个阿巴卡的。啊，这是那个羊驼什么的。羊驼，这个是得多少钱？这个呢，至少要600。600。啊，这不是手工啊？都是手缝的。都是手缝的。嗯，那不是手缝的双面你怎么做不起来的呢？里面看一下，里面看一下。刚刚还没准。这一条街呢，全都是物流的啊，就是所有的买家从批发市场进完货以后，然后要从这里面走物流，然后这边是大货。每家物流公司都不一样啊，包括快递这边都有，非常忙碌，所有人都是跑着走。今天是周2啊，那应该就是每一天都如此。这种小推车特别像重庆的棒棒军，力气大的可以拉到4、5包，这种就是体力活了。我们这些逛淘宝的人整天都看到了网红美好的一面，他们拍照片，他们去巴黎，他们特别漂亮，过的生活状态特别好。但是你们没有看到背后一个衣服从生产到加工到出厂，然后到网络，中间的环节非常多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去九堡的工厂里面，然后今天主要就是来采访工厂的小老板和一些工人的一些情况。这附近所有的房子里面全都是大的小的工厂，这家工厂呢现在主要做一些羽绒服和棉裤，我看他们也是主要以网店为主，做一些加工啊。今天上班的人并不多，就这个啊，把这个吹走是吧？哦，这是鸭绒是吧？白鸭绒，白鸭绒。这个环节就是烫衣，就把衣服整个烫一遍，如果有线头啊乱七八糟的会重新来修一下。你们这一天能缝多少件？多少件？啊，缝几十件。就是每个人缝着一道工序啊。没有，我们是做整件，我们2个是夫妻做。夫妻。你们在这个厂做了多少年了？我又做几年了，哪里好赚哪里好赚到哪里去。哦，这样，一个月你们大概能赚多少钱？那你看什么时候？季节性啊。对。这个旺季的时候。冬天是旺季吗？
就这个2、3个月也好一点吧。一天做多少小时？15个。15个小时。早上8点干到晚上11点。我天哪！一个月你们能休几天？休个鬼！休个鬼！一天都不休。不休，我感觉不休。这个年头没有多少休息的。哦，这毛毛这么多，你们咋不戴口罩啊？看。像缺氧一样。缺氧，不习惯我。但是毛毛太多了，受不了这个。鼻里面吸的全是毛。特别是冬天呀，我觉得夏天戴口罩。热。网店和品牌的谁的工艺要求的严格一点？那肯定是那个品牌的要严格一点的，网店的是一般般的呀。做一件的话，工厂给你们多少钱啊？这个15。15一件。做的不像那种做的啊，没什么年轻人做这个。你会说这个简单，这个东西1年2年学不会的，我跟你说。是我妈店嘛，哎。什么码的呀？为什么喜欢招夫妻？因为夫妻出来都是挣钱的嘛，然后就是给他租房啊，给他一些待遇比较高一点的待遇，然后还能帮你就是多干点活嘛。能透露一下一年挣多少钱？这个不好说，因为有时候货源多的话也就是30-40万块钱嘛，费用全部去掉。机器磨损呐，像一些纯利润30多万。对，30多万。每做一件衣服，它的工序都有哪些环节？我们现在做的是羽绒服，都是流水作业，一件衣服加工费下来吧，也就是50多块钱。每一道工序都是分解开，一道工序回来是有1块多的，有2块多的。一道工序给员工是1块多，还是说就是给员工嘛？给员工1块多。假如上绣，一件3块5。对吧？你一天上150件，也就400来块钱。接货好多都是网店，有的是公司。你看在杭州城里有很多家公司，它是服装外贸易公司，人家是专门是打单的。打单呢，就是说专门是出单子的，有人跟他订单，反正是1万件羽绒服有多少个款，对吧？在公司挂住。然后你这些加工厂都去了，对吧？假如说这个公司通知你5家加工厂，他能不能过来吧？过来以后就是看，你说多少钱一件？你说假如说这件衣服50块钱一件，那50块钱一件，这3000件你做了，多少天你给我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小老板说这个5000件或者1万件我做了，就是这样竞争的。面包，哎呀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，老板才是整个行业里面的最惨的，甚至员工都要比老板要好一点。利润那肯定老板的利润要很高，但是你受的委屈，你要承担的责任非常非常重的。员工大家也很苦逼，每天加班到10点，钱还不错。我听老板说，好的7、8千，不太了解情况的人，他们也觉得啊，一月挣8000块，还可以挣1万多，我的天呐！甚至之前我们听到很多声音说啊，为什么工地的一个月可以挣到1万多？为什么我们大学生出来以后毕业找不到工作？找到工作以后3、4千、5、6千，我觉得很气愤，同时又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你觉得农民工他不应该挣8000块钱、1万块钱？没有这个能力呢，还是说没有这个资格去挣这个钱？工厂里面的员工他们是计件的，北上广的大家都知道，按月给，不管你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不管，我到月都一定给你这么多钱。所以北上广的大家都知道，经常大家动不动上班玩个游戏、看个视频、登录个网页、逛个淘宝、去厕所抽根烟，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浪费点时间。他们不行，他们甚至吃饭都得狼吞虎咽，去厕所都得跑着去，因为他知道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挤出来，然后做衣服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挣到更多的钱。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游戏规则，但是必须每个人都要遵守这个。网红电商因为卖针织衣的话特别少，可能一家店只有几款针织衣。所以这种小的量呢，一般就会找这种小工厂来生产，主要就是把毛衣的前片、后片、袖子织出来。那你看到这边都是线，因为这种是新一代的电脑的机器。我们大家在网上买的网红的衣服也好，设计师的衣服也好，所有的毛衣全部都是由这种机器来织出来的。特别是那种毛衣特别复杂，有很多花纹呐，或者是字体啊，或者是颜色呀，什么条格呀。所有的花纹都会从这里面来编程，这上面有那个我们行业里面叫砂嘴，这个机器过来以后，它会带一个砂嘴过来，然后织。像这一块，它就属于前片脖子这一块，织出来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
这里就是接袖子这一块，然后把它缝在一起，这是一件完整的毛衣了。像这里面就是经常会说的线头，线头就是说后续在缝的时候要处理掉。当年我在广东的时候，我家就是做这种厂子，非常小，其实挣不了多少钱，都是苦力活，一待要待12个小时，你要派2个人，一个人呢负责夜里面，一个负责白天。这种机器太贵了，所以基本上不会让它休息，你要一直让它挣钱。还有比如下面那个线，一团线的这么大，它用完了以后你就要去来换。不过它这个机器呢很智能，它会有报警声，报警声响了以后你就来可以换线呐，或者调整一些问题。你现在每天一天能做多少件？60件，3块5一件。3块5一件。这行业是最累的，还用不赚钱的。天天晚上一天10几个小时。我们在北京待了6年以后，他工资好低的。前我们说那边做11点半，然后12点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，外地的小孩子在这边上学很难上的。一般上我们这样买房子在这边也买不起，说实话。这边一套房子怎么也7、80万，为了孩子上学就在这边买房子。那过年准备回家吗？我都好几年没回家了，杭州我都没去，是吧？每个月自己休息，给自己休息吗？我们呀，每个月1号放1天假，还是挺累。累啊，能累。坐在这里，你不知道晚上回家脚都是肿的。哎，你们要是同乡这边的就好了，帮助我解决房子的问题。这边呢是离九堡特别近的一个商业街，在乔师，大家看到非常的热闹，非常的繁华，没有高档的商店，没有奢侈品店，只有一些摆地摊的一些特别，甚至可以说特别廉价的一些服装鞋子，非常有人情味，非常接地气。今天是周日，所以很多工厂里面的员工都不上班，都来休息，所以今天特别热闹。是的，一样的 K， 一样的带，一样的酒，一样的菜，是吧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九堡。这是我们在九堡待的最后一天。这一天呢，我们也是看了整个行业的很多个环节、很多个流程。尽管我们也没有能把每一个流程全都跑遍，但是总体来讲的话，我们都知道、都了解，而且都真正的去感受了。网红电商这几年呢，外界都很认可，品牌方、工厂都拼了命的在做网红、做电商，很多个环节他们并没有挣到钱。那我们就来聊。钱被谁挣走了？我们有的可能想啊，你可能工厂挣的钱少，那对，没问题，因为他要压榨工厂，减少成本嘛。但电商公司应该挣了很多钱嘛。但实际上我们聊了很多老板，他们都说电商公司基本上不怎么挣钱。我们现在还在想说，是不是电商公司在压榨他们？我们有时候在微博上看到那些网红都会在那边叫委屈，有时候他们很累，他们去国外拍照，去跑供应链，他们去管工厂。我们觉得哦。一个网红真的很辛苦，你每天要管那么多事情。但是我们来了以后，聊完整个供应链，聊完整个流程以后，发现这些所有的东西，除了他们去拍照，除了他们去发微博之外，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管。公司里有专业的设计师，有专业的运营，有专业的客服，有专业的仓管，有专业的物流，有专业的推广，拍照有专业的摄影师，不需要你任何操心，你只需要保证你是好看的，你的一切都是粉丝所向往的那种生活状态。我们发现网红的价格也好，体系也好，都非常完整。可是为什么它的品质要比品牌的要差？我不是说一定要去跟多么好的品牌比，随便找一个国产的品牌，你一对比，一定是品牌的要好于他们很多很多很多。
但是品牌的衣服贵吗？很多都比网红的价格要便宜。我就在想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影响它？然后我们就试了很多内容也好，我们做视频也好，我们有时候在聊观点也好，有时候我们在测衣服也好，我们都在尽全力想有没有可能去解决它。最后发现我们解决不了。我们测了那么多期网红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已经1年多了。可是每天还有很多粉丝也好，或者是消费者也好，来问我们这个网红的衣服怎么样，那个网红的衣服怎么样。我只能说我们真的尽力了。我们最近这边呢逛了很多工厂店，那个店呢一方面给批发商做展销，一方面呢自己卖些零售。我们发现呢这些工厂店的东西做的真的好，主要是价格太便宜了，很不可思议。然后我们就问他们那些老板说这个价格到底有没有利润可赚？他们就很无奈，因为第一没有网红资源，第二不懂互联网，他不会营销。然后呢，又没有钱做淘宝，这现在做淘宝要推广，要花很多钱。他们干脆就说我不碰电商，我只是弄一家店，然后有小老板来批发进货，这些价格又便宜、质量又好的产品，你们买不到。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，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种隔阂，让所有的工厂、所有的企业品牌能够不通过网红把东西直接放到用户面前，让消费者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工厂挣更多的钱。我们来跑各种各样的工厂店，我们来寻找质量又好、价格又便宜的产品，然后把它推荐给大家，推荐给消费者。可能我说完这些，大家会在想了，你吐槽网红也好，你拍供应链也好，说的一切，终归结到底都是自己要卖东西，自己要挣钱。我解释再多，可能大家也不会相信。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做本货测评一直以来就是帮大家选好的东西，然后帮大家拔草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所以因为大家喜欢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有粉丝，我们才有广告。我们挣钱的方法非常单纯，就是广告费。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我给任何一家服装品牌推广吧？我们也从来不挣这个钱。工厂很多好的东西卖不出去，然后消费者呢在网上呢又买不到特别性价比高的产品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嫁接，我们不会挣任何人的钱，我们也不会挣粉丝的钱、消费者的钱，我们也不会挣厂商的钱、品牌方的钱。我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我今天要做饭，所以我经常去菜市场。然后有一天菜市场有来了一个河北的一个大哥，他摆了个地摊，然后卖羊皮的那个中老年穿的那种坎肩，他就卖了一双羊皮和羊毛的手套，20块钱。这得是有多么不容易，才促使他一个羊皮羊毛的手套卖20块钱。全中国有那么多个地方，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一些特点，他们都会擅长做哪些商品。我想挣钱，我光明磊落，从来不会偷偷摸摸的说我不要挣钱，我不要商业。那包括我们准备要做的这个计划，我们也不会遮遮掩掩的。我挣钱了我就挣钱了，我没挣钱我就是没挣钱。我不相信大家买到一个价格又便宜、质量又好的衣服，他能跑过头过来骂我。那骂我的人肯定是网红，肯定是行业。他说我把他们的行业搅坏了，我就要搅他们这个行业，搅得他们天翻地覆。哪怕我影响一个人，我影响一个用户，不要影响他们。凭什么一件衣服他们可以卖800多，工厂店只能卖400块钱、500块钱？凭什么呀？你的利润必须得保证50%，甚至55%，你才可以做。那人家凭什么就5%、10%的利润就可以卖啊？你成本高啊！你每天去德国、去巴黎拍照，谁让你去的呀？我们买衣服需要你去德国、去巴黎去拍照回来吗？我只需要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衣服的状态，你给我弄那么多花样。这成本怎么来的？这些成本就是我要去巴黎，我的飞机、我的酒店、我的5星级酒店，难道自己掏腰包吗？当然要算到服装的成本里面去啊！网红每年要花那么多钱买奢侈品包，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经常背爱马仕，甚至跑车，钱从哪里来啊？你把这些东西全都去掉，你把这些浮夸的东西全都去掉以后，我相信你的利润可以控制的很大很大。就他们这样的开销，就还能保证50%呢。如果把这些开销去掉，他们利润有多高？400块钱的大衣，还只是说普普通通的人去买一件衣服，我都还没有说我能帮你卖1万件衣服，你能够给我多少折扣？衣服一定是这样的，你量越大越便宜。假如说你能够卖1万件，很可能200多、300多能拿下来，那你的利润多少？你是70%的利润。如果你自己又有工厂呢，你的成本又会更低，钱都花在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上去了。尽管可能我们真的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包括我们来杭州待了7天拍的这个视频，可能都没有人看。但是我问心无愧，因为我真的在做了。品牌也好，工厂也好，如果你们有非常优质的产品，如果你们愿意给消费者更多的福利、更好的服务、更好的售后，你们拿过来，我一定免费给你们推广。只要是大家有需要买的、有需求的东西，都可以来联系我，给我们私信，告诉我你的产品。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做出一些贡献，给行业也好，给消费者也好，给我们自己也好，哪怕就是说给我们自己多涨点粉丝，我愿意。所以请来给我们留言，请来给我们私信。